河內係越南嘅首都，相信唔少人都已經去過啦。唔知你對呢個城市嘅印象又係點呢？我前後去咗2次河內，分別係2012年同埋2018年，相隔差唔多5年，變化當然好大，但係我仍然覺得呢個地方係值得一去嘅。至少我仲可以整理到以下10件值得做嘅事。河內係一個永遠都好熱鬧嘅城市，行到邊度都係人聲車聲。街上面除咗有無窮無盡嘅電單車，如果你細心咁留意下，仲會見到唔少有趣嘅街景。最經典嘅莫過於係賣各式各樣食物嘅攤檔啦。還劍湖係河內重要嘅地標，呢度由清晨去到深夜都好熱鬧。今次嚟河內撞正越南新年，周圍都好靜，但係呢度仍然係好多當地人聚腳嘅地方。如果想稍為體驗下河內人嘅生活，記得嚟呢度散下步啦。作為前法國殖民地，河內依家仲有好多當年法式風格嘅建築，尤其是喺古街區。雖然好多都已經好殘舊，但係反而有另一種味道。古街區仲有另一個特色，就係呢度嘅街都以上面商店賣嘅嘢命名，例如藥材啦、紙啦、金銀等等。不過依家好多街上面都已經唔係賣呢啲嘢啦。唔好撳走個 video 住，我知一定有好多人覺得參觀博物館好悶，但係河內嘅博物館其實唔差嘅。今次因為時間有限，冇去到評價唔錯嘅民族學博物館同埋歷史博物館，但係今次去嘅2個博物館都有驚喜，尤其係婦女博物館，主題特別，仲試用咗佢嘅 audio guide，都比想象中好。呢一點就唔使我多講啦。如果要我揀嘅話，喺東南亞所有菜式入面，我最中意嘅真係相對比較清新嘅越南菜。嚟到河內，當然樣樣都要試下啦。飲咖啡都算係旅遊項目，喺越南的確係啊。呢度嘅咖啡最特別嘅地方係用滴漏嘅方式沖，同埋係落煉奶嘅，所以非常之甜。雖然對我嚟講唔係咁啱口味，但係真係幾特別。今次仲試咗 egg coffee， 上面嗰層好似奶泡咁嘅嘢，竟然係由蛋黃打出嚟嘅，口感都好特別。嚟到河內絕對唔使驚冇嘢買，喺還劍湖附近行個圈，或者去市場行下，周圍都係賣民族嘢同埋各式紀念品嘅鋪頭。不過呢啲鋪頭賣嘅嘢都好相似。如果想買啲特別嘅嘢送俾朋友，就要做下功課啦。例如呢間叫做 Craftling 嘅 Fair Trade Shop 就係一間值得一行嘅鋪頭啦。就算你唔係 backpacker， 嚟到河內都一定要體驗下做 backpacker 嘅感覺。河內市中心有好多間 hostel， 我曾經住過幾蚊美金一晚，樓下就係酒吧嘅熱鬧 hostel， 亦都有住過好有設計感嘅新式 hostel。下次去到河內記得揀翻間試下啦。呢個都算係河內嘅經典旅遊項目。今次因為撞咗越南新年冇咩好做，就去睇咗一場。作為一個對藝術興趣唔係極大嘅人，我必須承認係有啲悶嘅。但係呢個表演的確代表咗一部分嘅越南傳統，都係值得一睇嘅。唔好懷疑你冇睇錯，如果你曾經去過越南任何一個大城市，你一定都會同意過馬路係一個獨特嘅越南體驗。Video 所拍嘅馬路已經係小兒科。我曾經有過嗰種電單車陣非常壯觀嘅馬路，真係會嚇死㗎！祝你好運啊！